魏无羡微微吃痛。蓝忘机一语不发，抓住他的刃腰，毫不费力的一提，将他扛在肩头，向卧室行去。魏无羡倒悬在蓝忘机背上，被绑住的双手勾住蓝忘机的抹额，轻轻扯动。魏无羡道：韩光俊，大人有大量。回应他的是臀上重重的一拍。魏无羡忍不住喘了一声。山雨欲来，空气中仿佛有火花四溅。这样的蓝忘机太过危险，太过性感，魏无羡兴奋之情难以言表，两脚乱蹬，将白靴甩落在地。几步跨到床前，蓝忘机侧手在魏无羡臀侧咬了一口，掐住他的腰，将他扔进柔软的被褥之中。魏无羡十分做作地抱住被子，缩进床角，哆哆嗦嗦地说道：这位公子，你要对我做什么？你不要过来。蓝忘机微微挑眉，不说话，默默宽衣。繁复的蓝氏校服一一脱下，又耐心十足地折叠成雪白的豆腐块，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。魏无羡注视着他有条不紊的动作，看他逐渐展露出一身紧实肌理，心里又酥又痒。蓝忘机的身材十分好看，身形高大，双肩宽阔，肌肉鼓起但不夸张，腹肌块块分明，刚健有力，线条紧实优雅，蕴含力量。褪去上身衣物，蓝忘机开始解抹额，一边解一边牢牢盯住他，像盯住猎物一般，目光又深又沉。魏无羡情不自禁咽了口口水。蓝忘机解开抹额，握在手心，慢慢一节一节折好。手臂肌肉随着他的动作鼓胀，优美的线条流畅自然，看得魏无羡忍不住想动手去摸一摸。魏无羡果真还是忍不住了，踢开被子，西行至蓝忘机身前。蓝忘机默默看他一眼，似乎有一点惊讶。魏无羡无甚诚意的道：不好意思，被你色诱了，方才演到哪儿了？蓝忘机挑眉。魏无羡厚脸皮道：哦，对了，你别过来，你再过来我可就要喊了。蓝忘机挥手甩出一道隔音禁制，魏无羡毫不理会，继续扬声喊道：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谢门明是强暴柔弱男子了。魏无羡双手在床上乱抓乱摸，抓住一个软枕扔向蓝忘机，大喊大叫：你不要过来！蓝忘机接住软枕，将它放在床头，看着魏无羡。魏无羡莞尔一笑，笑容甜蜜又乖巧，身体却更加往床内缩去，被绑住的双手紧紧护在胸前。你要干什么？蓝忘机迅捷出手，握住了魏无羡左脚脚踝，将他拖至身前。魏无羡双腿乱蹬，嚷道：不要！救命啊！我不要！蓝忘机终于忍耐不住，翻身压了上去。魏无羡活鱼一般扭动，躲避着他的亲吻，一边笑一边还在演：救命！救命啊！不要！蓝忘机道：除了救命和不要，你还会说什么？魏无羡认真问道：你觉得这样很单调吗？未及蓝忘机回答，魏无羡又出招了，双手并作一处，向蓝忘机胸前刺了过去。蓝忘机制住他的手，魏无羡借力闪到一旁，左腿横扫，轻轻踢在蓝忘机手臂上，趁势退到了床尾。魏无羡一个翻身，单腿跪在床尾，眼神明亮，蓄势待发，眼中挑衅意味十足。来啊，再打过！蓝忘机看着他，眼中风云变幻。突然，他快如闪电地出手了。两人在床上扭作一团，蓝忘机刚把魏无羡压在床上，魏无羡便一蹬床柱，灵活滑出，不再局限于普通拳脚争斗。魏无羡双拳带上灵力，向蓝忘机击去。蓝忘机不闪不避，直接握住他的拳，将他压在内侧墙壁上。在蓝忘机握住他的瞬间，魏无羡便撤回了灵力。蓝忘机稍微松开他一点，指尖微动，怨气一圈一圈缠绕上去。魏无羡惊诧道：蓝湛！不过蓝忘机在他面前动用怨气是行不通的。魏无羡毫不闪躲，任怨气将他锁住，随意吹了一声口哨，怨气层层消散，简直轻而易举。但是怨气消散之后，其中包裹的灵流暴露了出来。魏无羡方才错过了最佳闪避时机，此刻被灵流牢牢锁在墙壁上。魏无羡嗔道：蓝湛，你使诈！蓝忘机泰然自若道：兵不厌诈。又道：岂敢在夷陵老祖面前
班门弄斧。魏无羡双手还被抹额和发带绑在身前，讨好道：“蓝湛，你放开我，你这样没法脱我衣服。”蓝忘机眼神往下移，视线扫过魏无羡光裸的长腿，那意思十分明显，衣服脱与不脱都无妨。这样不方便，你放我下来。魏无羡语调虽诚恳，眼神却闪着金光。蓝忘机有些好奇，他还会耍什么花招，一眼解开了灵流锁。魏无羡身体沿墙滑落，突然他感觉自己坐到了一件微凉的事物上，探手去摸，发现是一本书册。魏无羡笑着将书册扔向蓝忘机：“蓝湛，看招！”那书是《春山恨》。昨夜魏无羡缠着蓝忘机，一句一句声情并茂地念给他听，念到一半，两人做了别的事情，书就被留在床上了。那本书先是砸到蓝忘机胸口，然后落到了魏无羡大开的双腿中间，哗啦啦翻了数页，刚好停留在一页极为露骨的插图上，另一页密密麻麻全是两位主角的对话。魏无羡扑哧一声笑了：“此情此景，像不像某位小公子的梦境啊？”想起蓝忘机方才在蓝氏异样的冲动难耐，魏无羡仿佛悟到些什么。“蓝湛，你是不是喜欢这个调调？你不照着书上做吗？梦里你就学着书上做了，你不学，我可要学了。孽徒，你想对为师做什么？”心里仿佛有一根弦猛地崩断了。蓝忘机终于丧失了陪他玩闹的耐心，拽住他双腿，大力拖到身下。“啊，你强奸！”魏无羡内心满足不已，嘴上却仍在调戏。魏无羡双手负于身前：“孽徒，你动一动。”蓝忘机瞥了一眼散落在旁的春山恨：“没有这句吗？”“没有。”魏无羡并手撩开书页，勉强撑起上身看了看，又躺了回去。“果然没有，全是你的台词，我只需要躺着就好。”适应一阵，魏无羡又开始唇齿缠绵的发浪：“蓝湛，你方才在蓝氏那么热情，我以为你喜欢那样呢。现在找到合适的情节让你演，你又不肯演了。”蓝忘机不接话。魏无羡道：“来啊，你学给我听。昨夜我就给你念了，现在换你给我念。你喜欢蓝氏，就假装我们还在蓝氏，好不好？”蓝忘机忍不住去堵他的嘴，魏无羡偏头避过，在他耳边吹气道：“方才在蓝氏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对我动手动脚流里流气，怎么现在反而又不敢了？原来你不喜欢这样的吗？”已经被他戏弄多时，情绪层层积累。蓝忘机眸色微暗，沉声道：“你确定要听？”魏无羡挑衅道：“就算我说要听，你也不敢呀。”蓝忘机握住他的小腿放上了肩，也不去看书册，只看着他，表情清清冷冷，语调也是清清冷冷：“师尊，你好紧。”魏无羡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是这样的效果。往常一场情事的最初都是他唇舌撩拨，在言语交锋中牢牢占据上风，而现在蓝忘机简简单单几个字，就差点让他缴械投降。魏无羡道：“别说了。”“不想听了吗？”蓝忘机微微一笑，仍是屹立仙君模样，嘴上却说着邪魅魔头的梦浪话：“师尊，这样便受不住了吗？”魏无羡咬牙道：“蓝湛，我反悔了，这样不适合你。”“也不适合我。”“那怎样才适合？”“像我们平时那样就好，你不要演别人。”“好。”蓝忘机俯身拥住他，温柔细密的亲吻，两人额头轻抵，湿润的唇瓣缓缓撕磨，描摹着对方唇线的模样，甜蜜又温存。半晌，蓝忘机微微松开他，纤长漆黑的眼睫近在咫尺，眼中笑意如涟漪散开，唇上温润的触感还未散去。蓝忘机贴着他的唇，低柔道了一声：“魏先生。”魏无羡瞳孔倏地放大了：“啊，你别这么叫。”蓝忘机道：“是你说我喜欢蓝氏。”“我不行，不可以。”蓝忘机道：“魏先生，别怕。”“真是要疯掉了。”魏无羡失神地望着床顶的纱幔，脑内天旋地转，一瞬间仿佛真的回到了蓝氏。魏无羡回过神，看着蓝忘机在霜积雪的俊容，眼里似有水光。“蓝湛。”“魏先生。”魏无羡软绵绵的求饶：“我错了，你别叫了。”蓝忘机又笑了，霜雪初霁一般：“你说的像平时那样，不要扮演别人。”
低下头，学着魏无羡方才那样，在他耳边轻轻吹气，又低又慈地唤了7、8声魏先生。魏无羡恼了，急道：“再叫，禁言。”魏先生不妨一试。禁言术是蓝忘机教给他的，魏无羡能施术，蓝忘机自然就能解术，而且蓝忘机笃定他不敢。魏无羡委屈道：“蓝湛，你现在怎么坏成这样？”魏先生教得好。魏无羡没脾气了，自暴自弃道：“行吧，你赢了，我现在连说都说不过你了，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。”真的？魏无羡连忙道：“不行，你还是轻点。”好，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爽得晕头转向，魏无羡好半晌才反应过来，他迷迷糊糊道：“韩光俊，你的雅正呢？”蓝忘机道：“你替我收着了。”魏无羡揽住蓝忘机的脖子，两个人急促的心跳紧紧相贴，粗重的喘息缠绕在一起。蓝湛，你这个人不仅坏，还霸道。以前就只是霸道，现在是又坏又霸道，我被你吃得死死的。蓝忘机嘴角微翘，手钻入他衣袍内，轻轻按揉他的腰肢。魏无羡舒服地闭上了眼睛，静静享受这事后的温存。过了一会儿，魏无羡听到蓝忘机唤他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仍旧眯着眼，舒服的不想动弹。蓝忘机轻声道：“魏婴，你以后若有不愿，要告知于我。”什么？蓝氏。原来我的小心思他都感知到了。魏无羡心里暖胀又酸涩，只道：“我没有不愿意啊，我就是还没反应过来。”蓝忘机停下了按揉，温柔扶住他的双肩，将他轻轻撑起一点，看着自己。魏无羡见蓝忘机如此认真，内心软得一塌糊涂，亲亲他好看的薄唇，甜笑道：“二哥哥，别这么在意，我以后什么都告诉你，我保证。”蓝忘机搂住他，温热的手掌又重新贴住他的软腰，细细按摩起来。魏无羡躺回他身上，默默听他坚定有力的心跳声，全身如泡在温泉里，暖意弥漫。蓝忘机又问他：“魏婴，你喜欢吗？蓝氏。”“喜欢，喜欢学生，也喜欢讲学。二哥哥，我好开心。”“你辛苦了。”这几个月来，魏无羡改了作息，每日早早起床，梳洗穿戴，传道授业。下午泡在藏书阁里查阅资料，编写教案。晚上在净室内点一盏明灯，两人一起批阅笔记，其间辛劳，着实不易。傻哥哥。魏无羡直起身，眼睛亮闪闪的，如星子一般，捧住蓝忘机的脸，啾啾啾一顿胡亲乱啄。若是觉得我辛苦，就好好奖励我呀。季考结束，休沐10日，你可有想去的地方？还未想到，想到了告诉你。现在吗？魏无羡极是妖娆地扭了一下腰。好哥哥，再伺候我一回呗。赶快升级成为世家公子，一起斗蓝湛呀，看他还羞不羞。